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。我们今天不啰嗦，直接切入一个大家都超关心的痛点：30岁以后到底该怎么重构我们的职涯？如果你现在刚好处于30多岁或是40多岁的阶段，相信我，这一集绝对是为你量身打造的。我们今天不谈那种空泛的心灵鸡汤，而是要带你看看如何运用科学化的认知工具，再搭配现在最强大的 AI 科技，去精准打造一个真正属于你的第二人生，甚至是超赚钱的艺人公司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马上开始。老实说，当你步入30-40岁这个关卡，看着每天日复一日，好像已经彻底定型的生活，你是不是也曾在某个加班到极度疲惫的深夜，在心里偷偷问过自己：我的人生难道真的就只能这样了吗？那种卡在中间不上不下的停滞感，真的是非常痛苦又真实。很多人都会误以为到了这个年纪，性格啦、职涯啦，早就已经死死的定型了。但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打破这个超级大迷思，你的路根本还没走到尽头事实上，你真正的黄金时期，现在才正要开始呢。为了彻底拆解这个迷思，我们今天准备了4个核心步骤的蓝图。首先是看清30岁后的平庸陷阱，接着是停止修补弱点并看见隐藏代价。第3步，我们会教你科学化重构内在天赋。最后就是把天赋精准对接市场，并加上 AI 这个超级杠杆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看看第一部分，30岁后的平庸陷阱。到底为什么我们会感到这么迷茫？你知道吗？到了30-40岁还会觉得迷茫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社会从小植入我们脑袋里的错误认知，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木桶理论。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把80%的宝贵精力拿去恶补自己天生就不擅长的弱点，拼了命想成为一个什么都会的通才。讲真的，这就像是逼着一条鱼去学爬树一样，真的是痛苦又没效率。相对来说，真正的自由之路其实是天赋极大化，也就是说，把你的精力100%毫无保留地投入在你天生就擅长的事情上。既然如此，那如果不改变会怎样呢？进入我们的第2部分，停止修补，看看与天性对抗到底有什么代价。这里有个超有意思的概念，叫做地下室效应。如果你坚持不改变现状，这就是最危险的后果。当你一直忽视自己的内在天赋，把自己硬塞进一个充满压力、完全违背天性的环境里，你原本的优势反而会退化成超级破坏性的行为。举个例子，假设你天生具备追求完美、注重细节的优势，但在错误的职位上，这个优势就会掉进地下室，变成超严重的拖延症跟极度焦虑，最后一步一步把你的自信心给彻底摧毁。所以你看，继续硬撑毫无作为的代价，绝对比你想的还要惨重。这不仅会导致严重的职业倦怠，让你陷入那种这根本不是我的痛苦状态，还会触发刚刚提到的地下室效应。而且更现实的是，在这个 AI 1秒钟就能处理海量数据的时代，如果你还执着于去补齐自己的什么弱势计算能力，然后跑去跟机器比拼，这简直就像是拿着算盘去挑战量子电脑嘛，毫无胜算，你注定会失去竞争力，直接被市场淘汰。不过先别焦虑，我们帮你准备了解方。这套专为30到40岁族群设计的指南，其实就分为内外2大阶段。对内，我们先透过人类图去除社会制约，接着用克利夫顿优势极大化你的天赋。对外呢，我们去对接 O-Net 找市场缺口，最后加上 AI 数位杠杆来无限放大你的成果。马上进入我们的第3部分，科学化重构内在天赋。让我们来重新编程你的大脑。要创造第二人生，第一件事就是丢掉那种中年已经定型的宿命论。在人类图的系统里，中年绝对不是死胡同。30岁前，你理所当然会经历无数的碰撞跟试错，但过了30岁，你会进入一个叫做上屋顶的阶段。你会开始把过去的那些跌跌撞撞，转化为非常客观超然的智慧。
到了38到42岁这段期间，会迎来所谓的天王星对分，这时候你的基础稳固了，真实的人生使命才会真正浮现出来。所以你看，这根本就是你爆发性成长的起点啊！那具体该怎么重构认知呢？第一步，简单来说，就是停下来，停止用那个充满社会期待、别人觉得你该怎么做的大脑来做决定。你要学会把决策权交还给你自己的内在权威。这可能意味着你需要等待情绪平稳，或者是学会去聆听身体那种最直觉的回应。放弃社会逻辑，这才是你摆脱平庸、找回生活中阻力最小条路的唯一方法。再来，我们看看盖洛普优势心理学的这个卓越公式。我跟你说，这简直就是职涯发展的物理定律。才干乘上投入才会等于优势。这代表什么？如果你天生在某个领域就是没有才干，也就是0，那你乘上再多的投入，花再多时间，0乘以100，结果依然是0。你要达到真正的卓越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你手上所有的筹码全部 all in 投资在你已经具备天赋的地方。具体操作上，把你的前5大天赋找出来，然后狠狠地应用它们。比如说，如果你天生超擅长战略，拜托，就别再浪费时间去拼那些劳力密集的行政细节了。如果你的天赋是同理心，那就把这个特质武器化，去建立别人根本难以撼动的深层客户信任。你必须把你30岁以后那极度有限的时间跟精力100%倾注在投资报酬率最高的天赋上，这样才能建立起你专属的职业护城河。搞定内在引擎之后，我们来到最后的第4部分，市场精准对接与 AI 更感，教你怎么打造个人商业模式。内在天赋准备好，我们就要向外连接市场喽。这里要介绍一个隐藏版宝藏，美国劳工部的 ONET 数据库。它就像是一个庞大又免费的开源 GPS， 以后别再盲目的在人力银行瞎找了。透过这个数据库，你可以好好盘点过去10年累积的可转移技能。记得特别去寻找那些带有小太阳标签，也就是前景光明的高价值跨领域职缺，找出现在市场上最急需的专属知识。找到这些高阶职缺的资料后，重点来喽，我们要进行反向工程。记住这句话，别人觉得繁杂头痛的工作任务，其实就是你的商机。你可以把 ONET 上列出的复杂任务抽离出来，结合你的内在优势，重新打包，把它们变成你可以按月计费，直接提供给企业的数位顾问产品。这就是你一人公司商业模式的完美雏形。商业模式有了，最后一步就是加上 AI 这个超级外挂。用工具来放大优势，把弱点通通外包出去。比如说，如果你有强大的理念天赋，但执行力普通，那就用 ChatGPT，1秒钟把你的灵感具象化成企划案。如果你缺乏纪律和排程的能力，千万别再逼自己写什么手账了，直接用 Zapier 这种自动化软体帮你接管营运，把那些繁琐的数据处理全部外包给 AI， 把你最宝贵的人类大脑留在对人性跟宏观趋势的洞察上。哇，我们今天走过了一段非常充实的旅程，对吧？从拆解平庸陷阱，到运用人类图跟盖洛普重构天赋，再到最后利用 ONET 和 AI 放大你的市场价值。这套科学化的实战指南现在已经交到你手上了。最后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放下那套让你精疲力尽的旧社会脚本，不要再去痛苦的修补缺点了。你准备好开始用科学与 AI 精准打造出那个难以被取代的一人公司与第二人生了吗？觉醒的起点就在当下，我们下次见。